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上期乃木挑战全运会长之位，拉开了绝命全运大赛的帷幕，而山下被连哄带骗的送上了山下商事会长之位，被迫成了王马的经纪人。全运大赛让山下成了乃木船上的蚂蚱，见山下得了社长的青眼，前上司顿时酸成了柠檬。山下并不知道，需要自己照顾的好大儿也正谋算着通过这次比赛夺取日本的掌控权。眼下等待着山下和王马的是2艘轮船，有邀请函的28位选手和老板都上了豪华轮船，王马和山下没有登豪华轮船的资格，只能去一旁的破旧轮船。全运大赛的主办方将公司老板和选手分散，斗者被集中在1楼大厅，秘书小峰负责辅助没有参赛经验的山下和王马。这艘绝命号轮船之上的选手们需要在100多人中余下5人入选比赛，而在比赛结束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里。小峰很不幸，因为中途送水的任务被卷入这场大逃杀中。见王马这个钢铁大直男准备扔下自己，小峰敲了他的脑袋，勒令王马在比赛结束之前得为他的人身安全负责。周边有2选手看他不爽很久了，大家都是来打架的，你居然带妹！2人握拳，一左一右包夹了王马。王马2手交汇，格挡牵引，2壮汉一拳打晕了对方。见王马是个硬茬，不少选手围上来准备先解决他，没想到李仁突然出现在人群后方，他竟然也来参加淘汰赛了。王马有些惊讶，因为李仁的指技的杀伤力变得更强了，想必在上次吃亏之后又磨练了不少。他一下就对小峰产生了兴趣，并表示自己不会对王马动手，他很期待和王马在决赛会面。在场选手不堪受辱，立刻朝他们发起进攻，实力远不如王马和李仁，2人轻松撂倒了大片。此时一个黑人小哥吸引了王马的注意，对方每次出拳都像货车一样撞飞了挡在面前的选手，王马对其发动了挑衅，对方很快上钩。黑人小哥叫杰瑞，他双拳并拢，弯腰直视王马，随后大腿肌肉紧绷，像破空的火箭猛地撞向了王马，动作简直不像人类。被王马闪身躲开后，杰瑞也不会累，落地再次起跳冲向王马，横冲直撞的撞飞了不少沿途的选手。杰瑞称这招叫形意拳，他从17岁起就跟着经商的父亲移居中国，并学习了模仿动物的形意拳。但杰瑞不明白为什么要模仿比人类弱小的动物。终于有一天，他悟出了武学技巧，既然动物不行，那就模仿人类的武器。7年之后，他功力大成，习得绝招飞毛腿导弹。100多公斤的体重在如此高速的冲击下，就像行驶中的大货车一样，根本没有死角。王马推手一招2虎流的借力将他绕了出去，但这个家伙在高速飞行中还能紧急制动，一个翻身借着墙壁再次加速。然而杰瑞冲错了方向，在他面前站着的是小峰。杰瑞人不坏，试图刹住攻击，遗憾的是加速后的他根本无法控制速度。但就在这时，杰瑞眼前一黑，他坐在地上震惊的抬头，刚才他竟连王马的出拳都没有看清。王马这招师承2虎流，小时候的他曾攻击过2虎，但不论是刀还是拳头都无法对师傅造成伤害。师傅告诉他，只要在施力的瞬间绷紧肌肉，就可以比肩钢铁之躯，做到他人难以撼动的防御。2虎师傅将这招称为金刚行不坏。杰瑞的肌肉颤动起来，像炮弹一样冲向了王马。王马侧身，浑身筋肉紧绷，杰瑞的撞击像是砸在厚重的钢板上一样，整个人反弹了出去。倘若杰瑞的攻击是模仿武器的话，那王马本身就是个武器。除了王马外，赛场上还有别的选手，在攻击下坚若磐石的渔民老汉，竟扬手一巴掌就能将敌人打晕在地。李仁在撂倒柔道选手后，遇到了老冤家水母投篮，2人还没来得及动手，最后一名遮住全身的选手出手迅速，将最后一名敌人砸晕了过去。初赛开始才15分钟，100多名选手全部清场，剩下的5人分别是冷冻李仁、杀人音乐、泽田庆三郎、网袋水产、加入基城、贝鲁西石油、哈萨德，以及最后的山下商事石鬼蛇王马。山下震惊，自己押对了所有人，但却没有下注，血亏，不然那50亿都能还完了。随后王马等人上了豪华游轮，刹那兴奋地在暗中偷窥宿敌。哈萨德质问片源会长，保送的那群选手何德何能？会长却冷笑，棋子也敢质疑棋手的决定。哈萨德不堪受辱，愤怒地想要攻击片源，却被片源会长身后的保镖一拳打得面容扭曲，还没回过神，对方又是一脚，哈萨德吐着血飞出了轮船。这下比赛成了双数对决，也就意味着灭唐之牙会直接进入比赛。山下年轻时看过贵族电影，为了有朝一日过上上流贵族的生活，奋力工作大半辈子，最后认清现实。没想到人到老年居然走上了人生巅峰。更让山下等人吃惊的却是李仁这家伙，他在被王马打败之后，去了乃木集团下的公司打工。没想到乃木会长找到了他，资助51亿日元，帮助他参加全运淘汰赛。所以他是唯一一个既是老板也是参赛选手的人。会长，你是什么奇怪的传销组织吗？而合约书上说了，只要赢了这场比赛，李仁就
就必须要指名乃木做全运会长。山下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说法。小峰秘书点点头承认，这次比赛肯定不止乃木这么做，除了选手之间的争斗外，还有各个公司在幕后角逐全运会长的宝座，这种手段只是其中一种罢了。很快，山下发现人群中居然有人在赌象棋，这家伙是大屋昨天刚交的朋友金田莫吉。大屋不愧是交友恐怖分子，完全不考虑对方的身家背景，只要顺他眼缘，甚至可以带来全运会比赛现场。而山下因为将棋下得不错，大屋便拜托他来打败金田。山下自信满满的去了，然后连跪5把。只有站在人群中的一个男人意识到，金田不是靠着将棋的实力取胜，他似乎能看穿敌人的每一步行动。这时片原会长站了出来，他告诉众人，抵达最终赛场还有27小时，等到了现场后，各公司才可以登记正式参赛选手，并提醒各参赛人员不可以私下决斗。听到这里，金田似乎有了别的想法。这时黄英学院理事长找到了乃木社长，俩上面糊已经听出了片原的暗示了。子英见到了王马，也不由得感慨，不愧是同生刹那一直缠着的人。王马一听是仇人刹那的雇佣者，当即拽住了子英的衣领，质问他刹那去了哪里。李人赶紧上前把他拽开，子英却没有生气，他不知道王马和刹那之间有什么仇怨，却提醒王马，同生刹那是个相当恐怖的选手，他甚至会因为血液不小心溅在王马身上而愤怒殴打了片原会长的保镖。另一边，吉木莫吉找到了大屋，提出挑战冰室，自己成为大屋的参赛选手的说法。原来片原会长说的话可以理解为登记之前随时都能改变参赛人选，而不准斗殴的只有真参赛选手之间，像他这样请求上位的可不包含在其中。金田表情认真，不像是开玩笑。冰室被挑衅后站了出来，没等金田说完话，冰室迎面就是一拳，鼻梁咔嚓一声，金田被打得眼泪掉下，冰室跳步移动，没等金田分析完毕，紧接着直拳落在他侧脸，左勾拳右勾拳，上击侧踢。金田意识到冰室不是左撇子，双脚交替小跳，利用惯性进攻，这是截拳道，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无套路武术，一边拦截一边打，关节眼睛哪里都能进攻，因为出手狠辣且快速，平均6秒就能结束战斗。金田看出冰室的武术，竖起手臂躲避攻击，随后冰室的拳头如狂风暴雨般落下，金田被踹中腹部，接着又挨上数拳，冰室侧身将他踹到墙上，拽着金田的头发，屈膝一脚踹在他肋骨上，金田吐血倒地。冰室劝他死了这条心，没想到金田还能站起来。当冰室再进攻时，却冷不丁吃了金田一拳。但更让他气愤的是金田那无赖的态度。冰室抬臂进攻，横臂挥拳，被金田俯身上勾拳，差点打断了舌头。冰室满嘴是血，他起身，眼神变得相当凌厉。金田再次挥拳格挡，而截拳道的恐怖之处就在于速度，最快的速度打出最干净利落的伤害。一边防守一边进攻，金田打出去的拳头全部变成了送给冰室的机会，手腕被扫开，金田被拳头打歪了脑袋，而冰室速度惊人，双指并拢刺穿了他的面颊，这招明显冲着金田的眼睛去的。被躲开后，冰室立刻抬腿踹开金田。这时大屋试图阻止冰室，但冰室却觉得胜券在握，扬起拳头落下后却扑了个空，被金田反擒住。金田抬肘击落在冰室关节上，咔嚓一声，骨头应声断裂。冰室不敢置信，仅剩一只手也张牙舞爪地进攻着，谁知金田一把抠住他的下颚，抓着脑袋狠狠往地上一砸。冰室双眼眩晕，金田见他还要还手，立刻抬脚连踩数下，最终冰室失去意识昏迷。大屋会长的真面目也暴露了，实力才是他所看重的东西。于是他邀请了金田作为全运大赛的参赛者，而更换名额的消息传了出去，各路人马变得蠢蠢欲动。首先被找上门的就是金井小宇宙和若龟舞狮，下期漂亮的女主角登场。